让我们先来做一个小测试，看到这些东西会让你回忆起哪一年的事情？那你应该对这样的照片和照相馆有些印象。大约从60、70年代胶卷开始普及之后，很多家庭都会拍下照片，打印存放在实体相册之中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自从智能手机普及之后，你们家上一次拥有这样一张实体的全家福是什么时候？那之前1000万粉丝问答的时候，我们也讲过，希望大家能够多记录自己的亲人，给他们多拍拍照或者视频，这一定有意义。而过年是最好的契机，一家人最容易聚集凑在一起来进行拍照。但是实操过程中你会发现，全家福要出效果，这并不简单。所以为什么全家福这么难拍好？从拍摄到最终悬挂在家里面，它到底有哪些门道？这一次我们和 OPPO 和联发科一拍即合，我们一起花了一些时间来研究全家福这件事情。我们希望能帮你整理出一个全家福的全流程懒人包，从拍摄再到印刷再到装裱。我相信这是新年你能送给家人，也只有你能做到的最好的礼物。这是一个你可能拍摄全家福的客厅场景。那从拍摄的角度，你觉得这个画面会有哪些问题？首先是颜色，对吧？在拍摄全家福的小范围内，一定要保持色调的统一。你需要拿掉空间内多余的摆件。但同时，全家福的重点还是家人，所以服装的统一性相当重要。你可以看一下这两个效果，对比应该还是显而易见的。那除此之外，影响最大的应该就是光线了。如果拍摄的时候室外阳光很好，那太阳光的色温大概在5500K 左右，阴天会在6000到7000K。那如果你家里面室内正好是偏暖的光，色温在3200K 左右，当阴天你在家里开着暖光的灯拍全家福，再让窗户的光透进来，你就会得到这样的画面。由于两者的色温差距较大，混合后的光线会导致某些区域偏向黄色或者橙色，别的区域则像是蓝色，照片就会出现明显的色彩不均匀和失真，让家人看起来不那么自然。那为了避免这种糟糕的情况发生，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，只使用午后的阳光拍摄，或者是阴天，你一定把窗帘拉上，只用室内的光线拍摄，都会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。那这里还有个隐身的小技巧可以分享，帮助你拍出气色很好的照片。这真的不用花什么钱，影视行业经常使用，就是用一些大型的白色床单或者是白色泡沫斜挡在人群的前方，这会非常有效的给你家人的面部进行提亮，减小反差，并且眼睛里面会有这么一小块白色的区域，像是一个眼神光，人就会有气色的多得多。全家福的构图还是尽量保证简单的居中构图，这样不容易出错。那理论上我们目前看起来全家福比较合适的焦段不是广角，而是50毫米到70毫米左右，但对手机来说就是3倍左右的长焦，走远一点拍反而会更加舒适一些。那最后，我相信你一定遇到过这样的问题，拍大合照的时候有一个人会闭上眼睛，所以最简单规避的方法就是让大家先闭一下眼睛，然后好，我们大家睁眼，3、2、1，茄子，这样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案。那如果这样还是无法规避，你可以打开手机的高速连拍。如果你有像 OPPO Find X8 Pro 这样的手机，还可以使用 Live 实况照片进行拍摄。Find X8 系列的无影抓拍可以和超清 Live 图同开，不仅前后帧可以随意选择，还可以把照片的前后故事也都保留下来。好，现在这么一张照片已经拍出来了，但是怎么把它变成实体送给你的家人，这就要涉及到一个听起来有点久远但特别重要的环节——印刷。首先是一个很多朋友都有的问题，不同的纸张价格差异巨大，它们的打印效果是有区别的吗？有，而且大的非常离谱。你可以看看，这是我们在一家常规的打印店，保持设备相同，只更换不同的纸张来进行打印所得到的照片。你可以看看这个绿色的表现，每一张都不一样。这块黑色裤子，有的还有褶皱细节，有的甚至可以直接是一坨黑色。所以常规打印店能找到的20种纸，我们全都买了。那常见的纸张可以分为光面纸、哑光纸和纹理纸3大类。那纸张因为进货渠道的不同，还会有些奇奇怪怪的名字，鲜柔、云白、星彩、冰白、雅感、超白。很多时候打印店老板都会推荐你用这些纸来打印，因为它会比较贵，他们能赚得更多一点。但是它的效果真的更好吗？未必。这些纹理纸更适合用来打印名片，看起来是很炫，但是如果是打印的全家福的话，那你人像的脸上闪着金光或者有这样的波浪，并不是很聪明的样子。所以对于全家福如果没有特殊需求，我们非常不推荐你用这样的纸张打印。光面纸相对来说是色彩还原最好的，像这样的 A3 尺寸比较大的一个全家福，它的价位也不会超过50元一张，所以不要被坑了。
那如果你要追求更好的精度和色彩表现，你可以问问店家有没有无酸纸。那专业的艺术纸经过无酸处理，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因为光照导致照片发黄的情况，可以让全家福存放非常久的时间而不发生明显的变色。那怎么样选择更好的打印店不被坑呢？虽然我没办法帮你直接选择，但是有个咒语我们发现非常适合快速鉴别一家打印店的下限，那就是走进去问老板，你这里印照片有没有 ICC 校准？如果他是一脸懵逼的表情的话，那我建议你立刻转头出去换一家，因为专业的打印机构基本上都会有这个 ICC 校准的流程。这是一种用于色彩管理的文件，它定义了不同设备之间色彩转换的关系。那比如首先是相机或者手机拍摄出的照片，它们是用 RGB 红绿蓝自发光的显示颜色，而打印油墨则是 CMYK 青色、品红、黄色、黑色反射光的显示颜色。所以从本质上来说，你拍出的照片在打印的时候就不可能做到颜色100%一样。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就需要对色彩空间进行校对，通过使用这个 ICC 配置文件，设备能够准确的呈现色彩，并且确保在不同设备之间转换色彩的时候保持一致性。那除了上述方法，你还可以在搜索的时候把打印店给删掉，改成艺术微喷或者高精度喷墨输出，这样的打印店基本上全国都有，他们都会拥有 ICC 校准流程，也有更大并且更好的打印机。那么更好的打印机到底比我们家用打印机好多少呢？是不是智商税？有一个基本数据你可以参考，像这种打印店可能会用这种佳能 GP540 打印机，有11色，它的喷墨头喷出的单颗油墨颗粒大小一般在1到3皮升，那常见的家用打印机大概在25到35皮升。那一滴水是多少皮升呢？是5万皮升，这样可能你会更有概念一点，还是非常细腻的。足够小的喷墨颗粒可以实现更高的细节的表现和色彩渐变。那我们用显微镜给你拍下了不同打印机喷出的油墨颗粒，你可以看到10色高精度打印机的油墨颗粒是这样的，每一颗都十分饱满。那普通打印店的3色激光打印机就是这样的，你可以明显的看到油墨颗粒很不均匀，油墨的堆叠也会变得更加混乱一些。所以现在来个小总结，如果你真的想把全家福印好，给家人一些震撼的话，打印店要选择支持高精度输出、具有 ICC 色彩管理能力的打印机，选择拥有10色以上喷墨打印头，可以带来更好的画质。那纸张选择专业光面相纸、硫化钡艺术纸这类无酸纸，全家福的留存时间更久，看起来会更细腻。用这一套来进行打印，一张 A3 尺寸全家福不会超过300元。你觉得贵吗？我觉得对于一个全家的饰品来说，能留很久的东西，它还是有它的价值的，对吧？所以现在你了解了打印的流程，那从我的角度来说，真的觉得自己组织拍摄全家福，大家会更自然一些。相比到照相馆，我挺建议你在家里面组织这么一场小的活动，虽然需要花你很多心思进行协调，但是当它印出来的时候，你不会后悔的。哎，这样好，这样好。对对对，哎，对对对。你要不要这样？好，大家一起看镜头。好。在家人齐聚的时刻，我们使用了 OPPO Find X8 Pro， 记录下了很多精彩瞬间。OPPO 的无影抓拍算法和天玑9004中的全焦段 HDR 技术强强联合，提供了超清晰、超还原的 HDR 抓拍能力。相机启动后，在拍摄模式下 ，OPPO 的无影抓拍可以自动识别主体动态，自动开启抓拍算法。快启键可以在熄屏状态以0.4秒的时间启动相机，抬手就抓拍。装裱其实对于照片来说特别重要，我们帮你测试了几种，在装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照片的留白，这会带来完全不同的效果。这些装裱都不是很贵，从几10块钱到几百块钱都有。那你自己装裱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？选用宜家的相框，这是我们目前看下来最不容易出错的搭配，整体的质感也还不错。但是有没有可能我们能够做得再有意思一点？那当然是可以。我们团队的道具师蜥蜴老师想到了小时候的跑马灯，还有翻页动画，所以通过抓取 Live Photo 里面的30张图片，再把这个3D 打印的转轴结构给装上，只需要把这30个照片按照顺序排列好，然后快速转动。你看，这个实体版的 Live Photo 就做出来了。那还能不能更简单一点？我们团队道具师还设计了这么一个相框，有单独1张照片可以用的，也有4个照片组合的。如果你家里面有闲置的手机，或者收的那些非常便宜的2手手机都可以，你把5.5英寸到7英寸的塞进去。我们又写了一个简单的网页程序，你可以使用。你只需要把拍好的 Live Photo 选择几张导在程序里面 ，Live Photo 就可以循环播放了。那么恭喜你，这样你就有了这么一幅特殊的动态全家福。谢谢。好看。咦，这是谁的？
那再次感谢 OPPO 和联发科对于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。这次拍摄的全家福我们都使用 Live Photo 超清实况拍摄，得益于 OPPO 一贯出色的影像色彩算法、天玑9.4的全大核架构和 eMagic 1080影像处理器带来的强大算力和影像能力，让 Live Photo 在拍摄中获得了绝佳体验。换一帧封面依然超清，并且由于芯片底层支持全链路统一的 HDR 画质和色彩管理，让每一帧都做到封面帧一般超清。Live Photo 照片和视频色准一致，选哪一帧都满足打印需求。那么现在快去策划一场家庭拍摄吧！在新的一年，我们希望能看到你的拍摄，并且制作出全家福。在这件事上，请千万不要留下遗憾。我真诚的希望你可以多多记录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向我们展示你的全家福。那么我们下次再见。